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今天我们要聊一只很有意思的美股 AppLovin， 股票代码 APP。它听起来不像一家明星科技公司，因为它不造芯片，不训练大模型，也没有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在路上跑。它做的是一件更隐蔽但非常赚钱的事情，帮手机应用找到愿意下载、愿意付费、愿意继续玩的用户。过去1年多，这家公司股价大幅上涨，市值已经来到1500亿美元以上。市场给它的已经不是普通广告公司的估值，而是一台人工智能广告现金流机器的估值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要理解 AppLovin， 不能一上来就盯的财报表格。这个公司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，它起点很小，但踩中了一个很大的时代变化。2012年，智能手机应用正在爆发，每个人手机里都开始装一堆应用，游戏、音乐、外卖、约会、工具软件，开发者越来越多。但这些开发者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应用做出来之后，用户从哪里来？用户来了以后，广告怎么卖？广告卖出去了，平台怎么判断这笔钱花的值不值？Adam Foroughi 和另外2位联合创始人 John Quistnak、Andrew Karam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了 AppLovin。Adam 早年做过交易，也做过营销相关创业。他很早就意识到，手机应用市场会越来越像一个金融市场，每一个用户都有价格，每一次点击都有价值，每一次下载背后都有竞价。普通人打开手机看到的是一个广告，开发者看到的是用户增长， AppLovin 看到的是一套可以用数据和算法不断优化的交易系统。这也是 AppLovin 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它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的科技巨头。早期的 AppLovin 更像一个手机广告网络，帮应用开发者买量、变现、提高收入。公司曾经在2016年同意以14.2亿美元出售给中国买方，后来因为美国外资审查压力，交易改成债务投资。回头看，这个转折很戏剧化，当时看起来像是一笔没做成的卖身交易，后来反而把公司留在了创始团队手里，给了他继续独立成长的机会。之后 AppLovin 走过一段很绕的路，他做广告，也做游戏发行，还收购过游戏资产。那段时间，市场对他的理解比较混乱，这到底是一家广告公司，还是一家游戏公司？游戏业务能带来收入，但也会让公司看起来更重，利润率更受内容周期影响。后来 AppLovin 慢慢把重心拉回广告技术，尤其是它的人工智能广告系统。这个转向才是 APP 股价真正起飞的关键。这里可以想象一个很普通的场景，你打开一个免费小游戏，玩到一半，屏幕上跳出一个广告，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打扰你的弹窗，但在后台已经发生了一场非常快的拍卖。广告主在判断你值多少钱，应用开发者在判断这个广告位能卖多少钱，平台在判断这次展示有没有可能变成下载、付费和复购。AppLovin 真正做的就是把这个看不见的拍卖过程做得越来越准。这家公司早期的故事也很像移动互联网的缩影。智能手机刚起来的时候，开发者最缺的不是想法，而是分发。应用商店里每天都有新应用上线，但绝大多数应用没有流量，也没有品牌预算。AppLovin 把自己放在这个缝隙里，一边帮开发者找到用户，一边帮有流量的应用把广告卖出更好的价格。这个位置不显眼，但只要机器跑起来，钱会非常快地流过来。后来公司做游戏发行，买游戏资产，看起来像是绕路，其实也是在补一块拼图。它需要更懂用户在游戏里怎么停留，怎么点击，怎么付费。等这些经验反过来喂给广告系统， AppLovin 就不只是一个广告中介，而是更像一台学习速度很快的投放机器。这个东西简单解释一下， AppLovin 做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广告，传统广告更像是在路边竖一块广告牌等人经过。AppLovin 的系统更像一个超级聪明的中介，它不断判断
哪个用户更可能下载这个应用，哪个广告位更值得买，多少钱买这个用户才划算，用户进来之后能不能带来更高收入。广告主想要有效获客，应用开发者想要广告变现， AppLovin 就站在中间，用数据和算法撮合这两边。听起来很抽象，我们换成更容易理解的说法，假设你是一家手机游戏公司，你花钱买用户，如果你花10美元买来的用户，最后只在游戏里花了3美元，那这笔广告费就是亏的。如果你花10美元买来的用户，最后给你贡献了30美元收入，那你就会继续加大投放。AppLovin 的价值就在这里，它试图帮广告主找到后一种用户，同时让有流量的应用开发者卖出更好的价格。这套机器真正开始被市场重新定价，是因为它把广告生意做出了非常夸张的利润率。2026年第一季度，AppLovin 的收入达到 18.42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59%， 净利润达到 12.06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09%。公司常用的调整后利润指标达到 15.57 亿美元，利润率高达 85%， 自由现金流达到 12.87 亿美元。这个数字放在科技行业里都非常夸张，更不用说广告行业本来就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和竞争影响。你看这个财报，最关键的不是收入增长 59%， 而是这家公司把增长直接变成了现金。很多成长股收入涨得很快，但每涨1美元收入就要多烧一大笔销售费用、研发费用和服务器成本。AppLovin 的财报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状态，收入涨，利润涨，自由现金流也跟着涨。它的资本开支很轻，第一季度净经营现金流约 12.91 亿美元，自由现金流约 12.87 亿美元。这意味着他赚到的钱很大一部分真的可以留下来，所以管理层也没有把钱全部拿去讲故事，而是在回购股票。第一季度公司回购和扣留了220万股普通股，总成本约10亿美元。季度末公司还有3亿3600万股普通股在外流通。换句话说， AppLovin 现在不只是增长股，也在用现金流做资本回报。这对市场非常有吸引力，因为它同时具备2个标签，一边是人工智能广告增长，一边是高利润和大规模回购。但 APP 这只股票不能只看漂亮的一面，它现在约470美元附近，市值约1590亿美元，市盈率大约40倍。40倍不算离谱到完全不能理解，但也绝对不是便宜货。这个价格已经把很多顺利场景提前算进去了。人工智能广告系统继续提升效率，自助广告平台顺利打开，电商广告和非游戏客户带来新增长，公司继续保持极高利润率，自由现金流继续支撑回购。自助广告平台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张牌。过去 AppLovin 的广告系统更像服务大型客户和移动应用开发者的工具，管理层现在想把这套系统推得更广，让更多广告主可以自己进来投放，尤其是把增长范围从游戏应用扩展到电商、消费品牌和更多互联网业务。如果这一步走顺， AppLovin 的市场空间就不只是手机游戏广告，而是更大的效果广告市场。这也解释了市场给它这么高估值的原因。过去广告行业的王者是谷歌和 Meta， 因为他们掌握搜索入口和社交关系。AppLovin 没有搜索框，也没有社交网络，但它有另一种入口，手机应用里的广告位和用户行为数据。它不需要用户主动来 AppLovin 平台刷内容，它只要在大量应用里判断哪个广告更容易带来下载和付费，就能从交易效率里赚钱。不过这个生意也有几根不能忽视的刺。最明显的是数据和隐私争议，广告系统越精准，外界就越关心它到底怎么识别用户，怎么跟踪效果，怎么遵守苹果、谷歌和监管机构的规则。
过去一段时间，市场上出现过做空报告和媒体报道，质疑 AppLovin 的数据使用、广告投放和平台合规问题。公司否认相关指控，但投资者必须明白，广告技术公司的利润率越高，外界对它数据来源和合规边界的审视就越严格。这里的风险不一定马上体现在收入里，但会体现在估值里。只要市场相信 AppLovin 的系统合法、稳定、可持续，它就可以享受高利润广告平台的估值。如果监管调查、平台政策变化或者合作伙伴规则调整，导致广告投放方式受限，利润率和增长预期就会一起被压缩。对这种公司来说，最怕的不是单个季度少赚一点钱，而是市场突然怀疑这套高利润机器能不能长期运转。另一个风险来自增长边界。AppLovin 现在已经非常大，市值超过很多传统广告和软件公司。它未来要继续增长，就不能只靠原来的游戏广告客户。公司必须证明人工智能广告系统可以从游戏推广复制到电商、品牌广告和更多消费行业。这个过程听起来顺，但真正做起来并不轻松。不同广告主的预算周期不同，转化路径不同，用户行为不同。AppLovin 要把过去在手机游戏里验证过的模型迁移到更大市场，执行难度会明显提高，竞争也不会安静地站在旁边。谷歌、Meta、字节系广告平台、亚马逊广告、各类移动广告网络都在用人工智能提升投放效率。AppLovin 的优势在于它在移动应用和游戏生态里的深度很强，系统反馈速度快，利润率已经被财报验证。但广告行业很少有永远不被挑战的护城河，广告主永远会把钱投向回报最高的地方，只要别的平台效果更好，预算就会流走。把 AppLovin 放到同类公司里看，它的位置就更清楚了。Unity 更像游戏开发者的工具箱，既有游戏引擎，也有广告网络。Unity 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约 5.08 亿美元，调整后利润指标约 1.38 亿美元，业务正在修复，但它还要处理重组、亏损和游戏生态周期。AppLovin 则更像直接盯着广告回报的机器，同样服务移动应用生态，但利润率和现金流表现明显更激进。The Trade Desk 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它主要服务广告买方，帮品牌和代理商在开放互联网、电视流媒体和数字媒体里买广告。2026年第一季度 The Trade Desk 收入约 6.89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2%， 调整后利润指标约 2.06 亿美元。它的优势是品牌广告和开放互联网生态，缺点是增长速度和利润率没有 AppLovin 看起来那么夸张。换句话说， The Trade Desk 更像广告行业的专业交易台， AppLovin 更像一台专门追求效果转化的自动投放机器。再往上看就是 Meta 和谷歌这两个巨头。 Meta 有 Facebook、Instagram、WhatsApp 这些入口，谷歌有搜索、YouTube 和安卓生态。Meta 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563亿美元，广告收入约550亿美元。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第一季度收入1099亿美元，谷歌服务收入896亿美元。这些巨头的优势是用户入口和广告预算规模， AppLovin 的优势是垂直、轻、快，尤其在移动应用和效果广告里跑出了很高效率。所以 APP 的同业对比不是简单看谁收入更大，谷歌和 Meta 是广告帝国， The Trade Desk 是广告交易基础设施， Unity 是游戏开发生态， AppLovin 则是把手机应用里的用户行为变成广告回报的效率机器。它的好处是财报弹性很强，坏处是护城河也必须不断用效果来证明。广告主不会因为情怀留下来，只要投放回报下降，预算转身就会流走。从资产负债表看， AppLovin 不是那种靠融资续命的概念股。第一季度末，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 27.59 亿美元，长期债务约 35.14 亿美元。它有债务，但强劲现金流让债务压力看起来可控。更重要的是，公司第一季度自由现金流接近13亿美元，
这种现金创造能力让它有空间继续回购投资产品，也能在市场波动时保持主动。所以 APP 的投资争议非常清晰，多头看到的是一台效率越来越高的广告机器，收入高速增长，利润率高，自由现金流强，回购积极，自助广告平台和电商广告打开新空间。空头担心的是，这台机器已经被市场定价得太完美，40倍市盈率，1000亿美元级市值，监管和隐私争议，平台规则风险，增长从游戏扩展到其他行业的不确定性，全都要求公司持续交出非常漂亮的成绩。如果我们把 AppLovin 放进更大的科技股叙事里，它其实代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。人工智能不一定只出现在聊天机器人、芯片和数据中心里，它也可以藏在广告投放、用户匹配、价格竞价和转化率优化里。对于 AppLovin 来说，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展示给消费者看的产品，而是一台藏在后台的赚钱机器。用户看不到它，广告主每天在用它，财报最后把效果写出来。这也是 APP 这只股票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它没有最热闹的消费者故事，却有非常直接的现金流故事。它不像很多人工智能概念股那样还在等未来兑现， AppLovin 的利润已经摆在财报里，但也正因为利润已经很亮眼，股价也已经涨了很多，接下来的容错空间反而变小。市场现在要看的不是 AppLovin 能不能赚钱，而是它能不能在这么高的基数上继续扩大市场，同时守住利润率和合规边界。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家普通手机广告公司， APP 看起来贵得吓人。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效果广告平台，它的估值就有了另一套解释。最终判断这家公司不能只看季度收入增长，也不能只看市盈率高低，而要看3件事：广告系统的效果能不能继续领先，自助广告平台能不能打开新客户，隐私和平台规则风险会不会影响它最赚钱的那套机制。AppLovin 的故事很像一台藏在手机背后的印钞机，每一次广告展示，每一次阴影下载，每一次用户付费，最后都可能变成它系统里的一个数据点。它把这些数据点重新喂给算法，再让下一次投放更精准。这个循环一旦跑顺，就会产生非常强的利润弹性。但这个循环一旦被监管、平台政策或者竞争对手打断，估值也会重新调整。所以这期的结论不是简单看多或者看空， AppLovin 是一家真正跑出财务结果的公司，不是空讲概念。它的收入、利润、自由现金流和回购都非常亮眼。但 APP 现在的价格已经要求它继续保持高效率，继续扩展新市场，继续证明人工智能广告系统的优势。对投资者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被过去的涨幅吸引，而是想清楚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包含了多少未来的顺利。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，你的订阅、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